人类去火星的路上会被杀死3次，第一次死在太空里，离开地球磁场的那一刻，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宇宙射线的靶子，每1秒都有上亿颗高能粒子穿透你的 DNA。NASA 算过，飞往火星的6个月，你的患癌风险直接翻倍。第二次死在飞船里，零重力会让你的肌肉每周萎缩 1%， 骨头像被泡在酸液里一样溶解，等你落地，你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。第三次死在精神崩溃。苏联做过模拟实验，把6个人关在一起520天，结果2个人动刀子，1个人彻底疯了。而火星飞船比这还挤，发一条消息要等20分钟才能收到回复，你连地球的方向都看不见。但你以为活着到了火星就安全了吗？错了，火星地表的辐射量是地球的200倍，那里的沙尘暴一刮就是半年，遮天蔽日，太阳能电池板全部报废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地狱，人类正在往那里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在一颗处处想弄死你的星球上活下来？答案是，我们得比火星更疯。先说辐射，银河宇宙射线是最难对付的，这玩意儿来自几百万年前的超新星爆炸，速度接近光速，能直接穿透飞船外壳，把你身体里的原子一个个电离掉。听起来很绝望，对吧？但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最土却最有效的办法，用水当盾牌。水富含氢原子，而氢恰好是阻挡宇宙射线的最佳材料。现在 NASA 的猎户座飞船已经在测试这套方案，遇到太阳风暴，宇航员就躲进用水箱和补给带围起来的临时掩体里。这技术有啥用？它不只是为了火星，未来任何深空探测，包括去木星、土星，都得靠这套水墙保命。但光靠水还不够，科学家盯上了一种神奇的生物水熊虫，这东西只有 0. 几毫米大，却能在太空真空、极端高温甚至核辐射下存活。2015年，科学家把水熊虫体内产生 DSAP 蛋白的基因植入了人类细胞，结果呢，人类细胞的抗辐射能力直接提升了 40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未来的火星宇航员可能在出发前就要接受基因改造，变成半个水熊虫。 NASA 已经在国际空间站上完成了基因编辑测试，这不是科幻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。好，假设你扛过了太空辐射，成功落地火星，接下来的问题是住哪儿？火星没有磁场，地表辐射是地球的200倍，站在外面晒一天，你吸收的辐射量比地球上1整年还多，所以人类必须躲起来。科学家找到了一个天然避难所熔岩管，这是几十亿年前火山喷发时岩浆流过后留下的地下隧道。有些熔岩管大到能塞进一栋楼，而且能天然挡住辐射，保持恒温。问题是怎么找到它们？传统火星车根本进不去，通道太窄，地形太复杂，轮子一陷进去就是死。于是 NASA 和波士顿动力公司合作，搞出了一款4足机器人，叫 Spot。 这机器人能自己爬坡、跨障碍，摔倒了还能自己爬起来。最厉害的是它的 AI 系统，你不用遥控它，只要告诉它目的地，它自己算出最佳路线，自己避开障碍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火星和地球之间的信号延迟最长有22分钟，等你发出指令，机器人早就掉悬崖了。这技术有啥用？除了火星探测，它现在已经被用在地球上的危险区域探测，比如核泄漏现场、地震废墟，救了不少人命。找到洞之后还得自己建房子，怎么建？用火星的土 3D 打印，火星表面到处都是一种叫风化层的细沙，把它挖出来和水冰混合，就能变成类似混凝土的材料，然后让机器人一层一层打印出建筑，最后再往上堆更多沙土挡辐射。这套方案已经在地球上测试过了， NASA 搞了好几轮设计竞赛，从冰屋到蘑菇结构都有人提。房子有了，下一个问题更要命，吃什么？你不可能从地球运粮食，成本高到离谱，所以人类必须在火星上种地。但火星的土从来没被蚯蚓翻过，没被植物根系松过，更像一堆死沙子。
而且里面含有一种叫高氯酸盐的有毒物质，植物吸收后人吃了照样中毒。但科学家发现，这东西用水一冲就能洗掉。更神奇的是，高氯酸盐还能从空气中吸水，释放氧气，它既是毒药，也是救命稻草，关键看你怎么用。2016年，有团队用模拟火星土壤种出了番茄、萝卜、菠菜，产量只比地球土壤低一点点。火星救援里马特·达蒙用10种土豆，听着恶心，但科学上完全可行，只要把粪便处理一下，杀死病原体，就是现成的有机肥料。而且种植物不只是为了吃，新鲜蔬菜是抗氧化剂的来源，能帮宇航员对抗辐射损伤，还能缓解心理压力。在一个几年都回不了家的地方，能吃上一口自己种的番茄，可能比任何药物都管用。但就算你解决了住和吃的问题，火星还有一张王牌没出沙尘暴。地球上的沙尘暴顶多覆盖一个省，火星上的沙尘暴能吞掉整个星球。每隔大约3个火星年，火星就会爆发一次行星级超级风暴。这种风暴的尘埃浓度有多恐怖？科学家用气溶胶光学厚度来测量，地球上野火浓烟能把白天变成黑夜，数值是7。火星超级风暴数值高达9到11，几乎完全遮蔽阳光。2018年那场风暴直接把服役了15年的机遇号火星车干废了，尘埃盖住太阳能板，探测器进入休眠，但加热器没电了。零下几十度的夜晚把内部元件彻底冻坏，从此再也没醒过来。而且风暴期间通信完全中断，你和地球之间的信号会被尘埃云阻断，几周甚至几个月联系不上任何人。如果在这期间出了任何意外，没人能救你。所以火星殖民者必须有核能备份电源，必须储备足够的物资，必须具备完全自给自足的能力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，既然这么难，为什么还有人要去？因为地球不是永远安全的，60亿年后太阳会膨胀成红巨星，把地球吞掉，但用不了那么久，一颗小行星可能明天就转过来，造成恐龙级别的灭绝事件。人类要想作为一个物种活下去，就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火星是我们的备份硬盘，而且去火星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SpaceX 正在造星舰，目标是一次往火星运100吨物资。NASA 计划2030年代把人类送上火星，中国的祝融号已经在火星上跑了好几年。截至目前，火星上有3辆探测车在工作，好奇号、毅力号、祝融号，他们每天都在为人类登陆火星铺路。所以下次你抬头看那颗红点的时候，记住，它不只是一颗死星球，它是人类未来的第2个家。而为了这个家，我们愿意被杀死3次，然后站起来4次。